深水的吉恩·芒斯特发布了一篇文章，4个小时之前说，特斯拉六月份的交付数据预览丑陋是 OK 的。我们看一下是否是讲到 Robotaxi 的业务的推出对于交付量，还是说只谈交付量？一起来看一下，特斯拉将于7月2号，也就是还有4天的时间吧，公布6月份的交付情况。深水预计交付量为37万辆，同比下降17%。而 FactSet 普遍预期下降为12%，上季度下降13%。他们判断6月季度将是交付下滑的一个谷底，下半年会有所改善，但仍将继续同比下行。投资者从这份数据大概率能得到2点结论：6月数字很难看，但可以接受，因为最坏的阶段已在身后。尽管交付下滑，公司现金依旧充裕，足以持续投入新车型和自动驾驶。我们预计到年底，现金和投资余额仍保持330亿到350亿美元，相比3月份的370亿美元仅小幅的减小。未来6个月左右决定特斯拉股价走向的核心变量只有一个 ：Robotaxi 的落地速度。关键信息的摘要第一就是预计6月低于华尔街预期大家做好准备，因为它这个深水它做的预测是非常准的，一般。所以如果他说低于华尔街预期，如果华尔街没有预期到有这么低的一个交付量，那么特斯拉公布这个交付量的时候，股价可能会有所反应。6月呈交付增速的一个最低点，到年底降幅仅为轻微的下滑。只要 Robotaxi 在接下来几个月持续的推进，投资者对失望的交付数据也能够释然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6月份交付情况呢，也正应了马斯克上个季度的判断，就是在3个月前，马斯克曾预告2025年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但远没有过去10年中那种真正艰难时刻那么险峻我们并未面临这个死亡边缘，甚至不算接近只是会遇到一些意外的颠簸。马斯克在3月份的时候说了这个话，他是真的有预感到，或者说有提前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一切吗？因为那个时候他和川普的闹剧还没有发生。Robotaxi 发售当然他可能已经预料到 Robotaxi 会发售或者会有一些小的颠簸，会有一些媒体的攻击。支撑特斯拉远离死亡边缘的是充足的现金上季度呢，现金及等价物370亿美元。研发投入是多少钱来着？2024年4月份的时候说特斯拉将投资100亿美元加强 AI 的开发。这个100亿美元呢，应该是分批不是一次性的。那么它的这个现金余额，如果是有上季度末现金及等价物的余额有370亿美元，完全足够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研发。你要知道，特斯拉在这个赛道上它是有一个卡位的就是在 Robotaxi 这个赛道上面，它是完全的卡位者，卡着这个位置，其他的公司进不来也是吉恩·马斯特说的，在上一个 CNBC 的采访中，他认为其他的那些竞争者需要到2030年才能够挤入这个市场在这个时候呢，特斯拉已经获得大部分的 Robotaxi 的市场份额。370亿美元的现金及等价物，就是它能够持续在这个赛道上卡位的一个关键非常多的研发投入。其他的公司你说能不能投入呢？谷歌它也能投入，但它舍不舍得投入，它有没有必要投入？你比如说，或者说其他一些车企，它有没有可能它拼了老命去搞 FSD 搞自动驾驶，能不能搞出来？我觉得如果集一个国家之力，也许能够搞出来，而且它要学习特斯拉就能够搞出来。但是值不值得做，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特斯拉现在 Robotaxi 上线之后，我们大家出现了一些小的刮蹭老于也转发了一个车在 Robotaxi 在车库里面在停车场里面，它旁边很近有一辆车，它本来可以直走就完全不会碰到那辆车，但是它稍微往左打了一点方向，然后就擦到了停在停车场的一个车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过一些狭窄会车那种情况类似的，但是会车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能够处理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在静态的时候处理得不好呢？这就是我觉得跟他的记忆能力有关他那个视频他就在卡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如果是会车的话，他前面来车他能够记住这个车我就是这个位置人类司机怎么开的，但是在停车场的时候他就记不得了，这可能跟他的上下文有关这是我的解读，当然我不知道老于怎么解读。他开进来这个停车场的时候，他应该能够看到旁边这个车就在我旁边，我不能再往左打转向灯了，但是他可能停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忘了，
这个是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解读。所以这方面的投入还要可能硬件啊、算力啊、车载的算力还得提升，车载的瞬时的一个记忆能力要提升，我觉得是这样上下文处理能力聊到这个，距离死亡边缘还非常远，它有非常充足的一个现金。若下半年交付同比下降5%到10%，最糟糕的情况也只是烧掉几十亿美元够钱烧特斯拉。而且能源业务已经开始爆发了大家不用担心。其实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社会性的阻力越来越大。Robotaxi 又邀请了更多的人来参加并不是像传统的媒体说的只邀请那些网络的红人，然后只邀请那些 influence 吹特斯拉的人、特斯拉粉丝 fanboys、moo boys。这次呢，扩大了它的面积它本来就只有30几辆车要继续扩大这个范围的话，你得搞更多的车更多的车呢，就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员。安全员是要付工资的，这些人是不知道是不是就应该是特斯拉的员工，但是你这是额外的一项任务，应该要多给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慢慢的铺开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前期的测试阶段。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只有30几辆车呢？如果是1000辆车，那你现在这些小的一些问题那多得不得了。我跟你说我自己做好了这样一个心理预期了，已经就未来越来越多的这种边缘情况被拍到因为这个是特斯拉允许你拍。安全员动手或者说下车去把那个车移开，这种动作你随便拍路人随便拍不像威摩那种模式全部都远程搞定不让你拍，不让你知道谁知道我不知道谷歌的领导人，谷歌的那个劈柴哥CEO 他知不知道都是个疑问，好吧。然后为什么下降这么多呢？因为第一个，整体的 EV 市场仍在增长呢，但是特斯拉却丢失了市场不含混动中国加30%这个数据应该你要中国的数据现在是外界质疑非常多但是这个它作为一篇就是还算比较官方的一篇他自己的一份研报吧，可以说是一份小的研报，他不好意思这么说像我们这些野生的博主呢就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水分非常大。然后特斯拉也许是在中国市场上唯一一个没有水分的那个销量，然后欧洲呢是加15%对于欧洲的话，其实特斯拉在挪威增长了213%。挪威是欧洲全世界那个电动车那个覆盖率或者说是市场份额最大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挪威人他懂电动车，他喜欢电动车，他们推进电动车最早，然后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偏见，所以挪威人他们这个月开始狂买特斯拉。为什么买特斯拉？这就非常正常正常人80%的消费者都是正常人。有10%非常讨厌特斯拉或者讨厌马斯克，有10%的人非常喜欢马斯克，非常喜欢特斯拉，剩下的80%的人都是用脚投票什么车好就买什么。所以挪威人他们对电动车应该是最了解的，整个欧洲来讲，我相信欧洲即将会重新夺回这个市场。这里写到2大原因，比亚迪在中国、欧洲的竞争，然后第二就是品牌形象受损我觉得这2大原因的话，你现在来看的话要翻篇了。这个比亚迪已经开始要熄火了，可以说，我说它的工厂熄火，就晚上不加班了。比亚迪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比亚迪这边它晚上不加班了，以前应该是7乘24小时开动逼这些员工去搞什么不知道。然后现在的话是要减慢它的生产速度，好像周五好像也大跌吧这个是应该是市场已经感受到一股寒意，在中国电动车市场已经卷起来了已经不让卷了，不是卷起来了。那么比亚迪最强的一个能力就是卷，那你国家不让它卷的话，那我觉得它的竞争力就下降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品牌形象受损的话，已经可以说你可以说它是和川普真正闹掰了，或者说是苦肉计或者演双簧怎么说都好，但是反正现在就是慢慢的和政治划清界限，这就够了下一年下一个大选年要不要继续参与，这是另外一回事到时候再说。价格对比的话，在欧洲一辆可对标比亚迪车型比特斯拉
便宜15%到30%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比亚迪的那个，如果他不让它卷的话，这个也很难持续性的做到啊。那个供应链还要不要吃饭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非常的复杂啊，我们今天不聊啊。然后呢，若今年6月同比跌幅真达到17%啊，将成为近10年最差的季度。要知道，2023年特斯拉交付量还曾大增41%啊，这个跟2023年去比什么呢？它的6月数据啊，本应受益于新版 Model Y 的完整季度的销量。这若同比仍趋势下趋弱的话，市场可能担心下半年需求进一步回落。然后这个吉恩·芒斯特展望下半年，虽然6月艰难，但下半年交付呈改善趋势啊，具体数据要等财报后才能确认啊。驱动改善的2大因素，一个是品牌形象逐步的修复，刚说了。第二个呢，美国 EV 税收抵免或将年内终止，可能带来需求前置啊。这个需求前置也没啥用啊。如果你真的是减免造成以后的需求不足的话，投资者不傻的好吧？你需求前置有啥用？哦，不过按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就是需求前置的话，先把这波钱赚了，我们到时候是靠 Robotaxi， 好吧？我们先把钱提前赚掉。2025年各季度交付增速啊，同比预测，3季度。那个 DeepWatt 的预估呢是-13%已公布啊，那么 FactSet 一致预期是13%，所以6月份它的一个预期呢是-17%，FactSet 一致预期是市场一致预期-12%，所以它是更加悲观的对于6月份。然后但是啊，它9月份它也更悲观啊，但是到12月份它与市场的预期持平。提前思考2026年上半年，若因税收抵免导致2025年 Q4 出现拉升，则2026年上半年或面临回落。届时低价版 Model Y 将在明年中期开始产能爬坡，可部分抵消影响啊。这个人他已经预设了低价版的 Model Y 低价版的那个车型是 Model Y 吗？啊，有可能啊，我只能说有可能。第三呢 ，Robotaxi 的进度啊。就是说，特斯拉终于迈出了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关键一步，规模虽小，首批载客已上线，象征意义重大。后续重点关注啊，奥斯汀地理围栏扩张速度啊，投入车辆数量的增长，年内再开1城，哇，这个就很激动人心了。这开城速度是直接是 Waymo 的一个10倍以上。马斯克曾放话，9月底奥斯汀将达到1000辆啊，奥斯汀1000辆，考虑到一贯的目标延期，市场若看到100到200辆的增长，就视为进展明显，给马斯克的这个话打1折或2折。好，我也学到了，基本上这些吉恩·芒斯特这样做啊，我觉得上次我也是给马斯克的话打了一个1折。马斯克说2026年年底要达到100万辆、几十万辆到100万辆的完全无监督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啊，打个1折的话就是几万辆到10万辆。那么这个几万辆到10万辆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全美无人出租车啊，全美覆盖25到30个城市都没问题，就每一个城市放1000辆这个无人出租车，就已经能够覆盖当地出租车市场50%以上的一个市场。奥斯汀试点的一个回顾啊，约35辆啊，应该是35辆吧，在地理围栏内运营，受邀的乘客啊，专门 app 每单收取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限好天气啊，其实不限好天气啊，今天又看到一个不是好天气的也能开特斯拉啊，我找不到了，忘记是谁发的，不是好天气也能开，就跟 FSD 平时一样。然后小步快跑呢，这个应该是翻译错了。然后小步快跑策略意味着验证技术可行性的商业模型啊，并非盲目追求规模。DeepWatt 为美国不构成个性化投资建议啊，投资有风险。地点这个邮箱。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